喂，听到了吗？喂，一个字满它，不是我的心，我离开你大着娘亲。1999年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但这个日期并不是一帆风顺定下来的，背后藏着一场惊心动魄的谈判博弈。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澳门回归那些背后的故事。说起澳门，我们映入脑海的一般是博彩和旅游业。澳门身上有一股浓浓的葡式味道。我们都知道1999年澳门从葡萄牙手中回归，但似乎关于葡萄牙是如何侵占澳门的历史，我们知之甚少。这一点与对香港、台湾的历史了解明显不同。要了解澳门的收回，我们还得先去了解它是如何丢失的。葡萄牙是地理大发现的先锋，也是殖民扩张的先头部队。侵占澳门的葡萄牙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西方殖民者。远在欧洲的弹丸小国葡萄牙是如何侵占中国领土的？说来也真是很无语。这事还得从明朝时说起。明初确立贡帛贸易，也就是朝贡体系，规定贡期和限定贡道。岭南是东南亚诸国朝贡的必经之地，而从洪武时期起，民间就禁止下海通番贸易。随着永乐、宣德年间的海禁稍弛，海上民间走私逐渐增多。正统朝以后，贡帛贸易日趋式微，商舶贸易公开化。嘉靖8年，也就是1529年，新任广东巡抚林富向朝廷请求重开广东海禁，朝廷批准了林富的奏请，从此形成了广东的特殊政策——广中势力。海上贸易以广州、澳门为主的二元中心逐步形成，广州在当时海上丝路上充当主角，澳门担负欧亚非和美4大洲海上丝路贸易航线中枢的角色。澳门最早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渔村，叫做豪静澳，因为当时的泊口被称作澳，所以才有了澳门这个名称。最开始广东政府规定以香山澳为驻歇点，但香山澳的地理位置离广州较远，地处偏僻，不安全也不方便，因此外商逐渐把位于珠江口的豪静澳作为理想的交易场所。据说是负责广东沿海事务的都指挥使黄庆接受了葡萄牙人贿赂的结果。嘉靖12年1533年，包括仆人在内的南洋商人获准入豪静贸易。大概在1500年左右，葡萄牙发现了前往印度的海上路线后，对东方就垂涎不已了，先后在印度果阿和马六甲建立起了殖民统治。正德9年1514年，葡萄牙人来到广东屯门进行香料贸易。这时的明朝还不允许民间海上贸易，但葡萄牙人殖民的本性不改，上岸就赖着不走，居然还在屯门建屋树栅，修筑炮台，烧杀抢掠，手段异常的凶残。显然，万里而来的葡萄牙人不满足于小打小闹，他们非常希望像西班牙殖民菲律宾那样，在澳门建一个贸易中转站，形成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墨西哥、澳门马六甲、澳门果阿、里斯本的全球贸易线路。由日本和墨西哥提供白银，中国提供生丝等货物，简直不要太美。但他们残暴的手段遭到了明军打击，梦没做完就被赶下岸。次年不长记性的仆人又来6艘军舰，双方在新会激战，依旧落荒而逃。没办法，只能往北逃窜，终于跑到了宁波的双屿港建立据点，继续走私生意，又被浙江巡抚带兵一把火烧了。打哭了的葡萄牙才意识到靠武力是征服不了中国的，于是改用行贿的手段在中国谋求立足之地。果然还是这一套比较管用。嘉靖14年1535年，葡萄牙人贿赂广东地方官吏，取得在澳门码头停靠船舶和进行贸易的权利。嘉靖32年1553年，葡萄牙人以船舶漏水，需要晾晒货物为由，贿赂广东官员汪百区500两银子，而得到机会上岸。这便是葡萄牙人侵占澳门的开端。逐渐，大量葡萄牙人开始涌入澳门，并且在澳门大兴土木，还修建炮台，这是真不打算走了。由于仆人深谙行贿之道，期间虽有很多官员意识到危害，但仆人也未被驱离，并于嘉靖36年1557年在澳门正式定居。到了1562年，澳门成为葡萄牙人在中国的唯一居留地，定居人口包括大约900名葡萄牙人，几千名从非洲、东南亚掠买来的奴隶，以及4000多名中国商民。经过几年的发展，逐渐建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居留地，还建有3座教堂、1所医院、1座善堂，5000多名基督徒。
1572年，葡萄牙人开始公开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每年500两。澳门历史进入仆人租居澳门阶段，直至1849年，仆人拒绝缴纳地租为止。期间，刚摆脱西班牙统治的荷兰人也看上了东方的澳门，3次进攻澳门均告失败。天启2年，1622年，荷兰人以1300人对300葡军，最终竟丢盔弃甲。当时保卫澳门城区的正是这座大炮台。此战后，荷兰人又攻打澎湖被击溃，遂转而入侵台湾岛。万历年间，葡萄牙人继续蚂蚁搬家，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组织了议事局。葡萄牙总督无视中国主权，将澳门视为葡国海外领地，授予了澳门议事局自治权，将租居地变成了自治城市。到天启年间，澳葡当局借口防御荷兰人侵犯，在澳门擅建围墙筑炮台，又任命马士加禄也为第1任澳门总督，并在澳门开始设立正规的葡萄牙警卫部队。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葡萄牙当局对居澳葡人逐步实行了葡萄牙国的管理制度。以上是明朝部分，但澳门真正被完全侵占发生在清朝，屈辱的100年，简直就是血与泪的侵略史。在这270多年里，明清政府都采取建成设官而限制之的方针，设置管理澳门的机构和官吏，向葡萄牙人的进口货物征收高额关税，并制定了多条针对葡萄牙人的法规和章程。而葡萄牙人在遵守中国法律及接受中国官吏管理的前提下，按照葡萄牙人的传统设置，议会管理自己居留地内的仆人。这段时间总体来说，葡萄牙人还比较老实，而且其居留地不足2平方公里，只占澳门半岛一小部分。1839年，大清朝廷派出钦差大臣林则徐查禁鸦片。当时林则徐在澳门3大古庙之一的莲峰庙，用一张木神台做临时办公桌，接见葡澳理事官，申明恩威，宣布禁令。葡澳官员当场表示将协助朝廷驱逐鸦片奸商。可见当时的澳门还维持在大清朝廷的统治之下。但是随着100年屈辱史的到来，一切都变了。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南京条约。见英国侵华取得明显进展，葡萄牙当局可难受了，遂决定控制整个澳门地区。在鸦片战争结束的几年里，葡萄牙一直派人与清政府谈判，但是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见谈判无用，葡政府开始改明抢了。1846年，葡萄牙派出的新任澳门总督阿马勒执行强占政策。阿马勒首先开始对澳门的华人征税，在澳门停泊的船只每只每人每月要缴纳1元。随后开始对澳门的华人铺户征收几元到100多元不等的税，后来甚至对居澳华人进行户籍登记。其次是开始扩展地界。此前葡萄牙人长期只占据澳门半岛中部一小部分地区，半岛其他地区和周围岛屿并不在葡人居留地之列。阿马勒未经清政府同意，就擅自向半岛北部开辟一条公路，葡人的势力也随之向北拓展。愚昧的澳门同知面对葡人的侵略，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最终导致澳门北部也落入葡人之手。1847年5月，阿马勒又以防御海盗为名，在荡仔岛修建了碉堡，并在碉堡上升起了葡萄牙国旗。在进行这些活动的同时，阿马勒又于1849年关闭了中国海关，以及停止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至此，澳门以实质性沦为殖民地。这家伙也没得到善终，被民间义士刺杀。此后，葡当局继续拓展地界。对清廷来说，虱子多了不怕痒，到1887年已基本控制了今天澳门的范围。葡萄牙一直企图把对澳门的侵占合法化，连哄带骗，无所不用其极。1862年和1882年，葡萄牙2次想哄着清政府签订条约。此时的葡萄牙国内也乱成了一锅粥。清廷总算了解到葡萄牙早已是个破落户，压根没鸟他。但是1884年中法战争的爆发，法国人也想染指中国，这让葡人又看到了机会，同时也改变了清廷的想法。当时葡萄牙议会有意用澳门和另外一个殖民地几内亚一起交换法国的殖民地刚果，而法国也想利用澳门在中国上岸。清政府担心法国占领澳门对中国威胁更大，同时英国也不希望香港附近出现一个能与自己抗衡的法属殖民地，加上主管此事的清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私心，以上因素的交织，促使中葡迅速地签订了搁置已久的通商条约，并以相对模糊的条文处理了澳门的地位问题，这也就便宜了葡萄牙。此时鸦片贸易已经合法化，由于洋务运动致使国库空虚，清政府决定对鸦片的走私中心香港实行税厘并征，
以筹集经费建立海军。作为鸦片走私中心，不能控制走私，怎么收税也白搭。而缉私的问题必须港英当局配合。而香港进口货物是按洋货征税，澳门则是按国货征税，这让香港外商很是眼红。若香港同意缉私，则走私必然会转移至澳门，与港英当局并无好处。因此，港英当局提出，此事必须以澳门答应同等办理为前提。而澳葡当局好不容易逮住的好机会，张口就开出澳门和对面山等地的永久管理权，以及关闭澳门关卡等条件。替清政府负责谈判的总税务司赫德是个英国佬，他已经受英国政府委托要促成此事于公于私。这洋管家毫无意外地同意了这些条件。1887年12月1日，清廷与葡萄牙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国以牺牲澳门主权，换取了在澳门鸦片进口中实行税利并征的权利，也为洋人鸦片在我国的流通扫清了最后的障碍。无能的清政府让赖在澳门300年不走的葡萄牙终于如愿了。条约赋予了葡萄牙对澳门永居管理权，以及享受中国给予其他列强的同等通商特权，但条约中却因并未勘定澳门及属澳之地的界限，永居管理的范围亦未予说明，使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事实上签订成了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不完整条约。其实也正因为条约的不完整，从法律上限制了葡萄牙虽占领澳门，但仍属租界而非割让。换言之，条约巧妙利用了这不完整悬案，艰难地守住了当时澳门不失主权的底线。可笑的是，这并非李鸿章们的胆识和智慧使然，而是得力于时任主管澳门的广东巡抚吴大成的远见和艰难斗争的结果。当然，这是题外话。1928年，原条约40年期满，国民政府与葡政府新签中葡友好通商条约，该条约并未提及澳门问题，由此表明双方都同意废除旧约。从此以后，中国有权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随时收回澳门。由于历史原因，葡萄牙继续占领澳门，直到1999年澳门回归。从葡人初登东方大陆屡次碰壁，到以贿赂手段获得落脚点，再到万历年的默许，直至拿到清廷的一纸条约，葡人从最开始的野蛮强势，转到谦恭顺从，再到野心膨胀，最后与西方列强的殖民会合，澳门的主权终究被蚕食殆尽。澳门在港澳台3地中一直都被誉为最听话的孩子，而澳门之所以能够获此殊荣，其实客观上来说，跟葡萄牙对澳门的管理态度分不开关系。毕竟与香港不同，葡萄牙政府早在1975年就已经明确表示将会归还澳门，此后大陆对于澳门的影响力也远高于对香港。但是葡萄牙难道就是自愿的吗？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葡萄牙在殖民体系的崩溃中伤得实在是太深。这得从葡萄牙在全球殖民地的收缩说起。1947年是印度从英国殖民者手中独立的年份，但是对于印度人而言，他们最终摆脱西方殖民者的时间其实是1961年。这是因为在印度独立之后，法属印度与葡属印度却因为自身所属国家的原因，并没有跟随英属印度一起独立。法属印度与葡属印度共计6块殖民地，每一个都不大，基本上就是一个港口的规模，其中以本地治理殖民地以及果阿殖民地为代表。在上个世纪50年代，印度尼赫鲁政府同时开启了与法国以及葡萄牙的殖民地谈判，希望和平收回6块殖民地。印度与法国的谈判非常顺利，在50年代结束之前，包括本地治理在内的法属印度就全部回归印度。但是尼赫鲁在葡萄牙这边却碰了壁，这是因为葡萄牙极右翼政府独裁者萨拉查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者，其完全不愿意放弃葡萄牙的任何一块殖民地，但是萨拉查对于葡萄牙的掌控力却非常强，这也使得印度政府在和葡萄牙的谈判中没有丝毫的进展。不过萨拉查敢于直接回绝印度，也是有着自己的底气的，这个底气就是北约。葡萄牙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仅没有因为在二战中亲德被盟军追责，反倒成为了北约的首批缔约国。而根据北约的相关规定，任何一个第三方国家攻击任意一缔约国的本土，就意味着同时攻击所有缔约国。当然，果阿不属于葡萄牙的本土，所以葡萄牙在果阿问题愈演愈烈的时候，公开授予果阿海外省的地位。海外省的地位其实就等同于本土，今天的法属圭亚那其实也是类似的地位。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此时印度确实不能轻易进攻果阿，因为这真的等于对北约宣战。
其实印度政府之所以拖到1961年才收复果阿，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北约的存在。但是葡萄牙自身对于果阿的掌控力却非常低，直到1950年，果阿的63万总人口中，仅仅只有517名欧洲人和336名欧亚混血儿，这个比例甚至比澳门还要更低。葡萄牙对该地的基层掌控力基本完全依赖于当地天主教徒，但是天主教徒的数量也仅为40%，远低于印度教徒，这也使得印度有了钻空子的方法。1954年，仆属印度的另外2块殖民地达德拉和纳格尔通过自解放的方式脱离葡萄牙的统治。1961，果阿革命者试图通过同样的方式解放果阿，然而葡萄牙对于果阿的控制力还是相对强于其他2块殖民地。印度革命者起义失败，同年11月24日，神经紧张的葡萄牙军警向一艘印度渔船开火，数名印度渔民在此过程中被打死。印度政府终于对此忍无可忍，选择采取武力解放果阿。12月18日凌晨，印度政府宣布发起代号“胜利行动”的军事行动，果阿仅在26小时内便被印度军方攻占，此战也奠定了印度的大国地位。然而，美国对于占领果阿的印度却态度暧昧，不仅没有出兵印度，甚至没有对印度展开贸易制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美国试图拉拢印度制衡中国，葡萄牙终究还是高估了自己在美国心目中的地位，也低估了印度在美国心中的地位。果阿被印度收回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在果阿事件之后，葡萄牙的另外2块重要殖民地安哥拉以及莫桑比克也先后陷入混乱之中，而萨拉查依然执迷不悟地抱着自己的旧殖民主义思想不放，执迷不悟地派出葡萄牙军队镇压殖民地当地的革命。但是由于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独立武装受到了苏联以及古巴的支持，葡萄牙军队可谓是全无镇压能力。葡萄牙作为一个仅有100万人口的小国，深陷在战争泥潭之中，漫长的治安战几乎耗垮了葡萄牙的最后一丝国力，而葡萄牙的独裁者萨拉查也在漫长的战争中丢失了自己的全部威望。1974年，年事已高但是依然不愿意放弃权力的萨拉查被葡萄牙军方青年军官团体推翻，这次政变也被称之为康乃馨革命。在1974年之后，葡萄牙的新政府全面摒弃了此前的旧殖民主义政策，转而全面推进殖民地的独立解放。葡萄牙军队也因此全面退出安哥拉内战和莫桑比克殖民地。但是葡萄牙除了这2块非洲殖民地之外，在亚洲同样还有几块殖民地，例如澳门和东帝汶。1975年，葡萄牙政府宣布东帝汶殖民地可以举行全民公投，实行民族自决权，决定自己究竟是独立还是留在葡萄牙。而在这一过程中，东帝汶当地形成了3大势力。然而在这个时候，隔壁的印尼却主动介入了东帝汶内战，并且直接吞并了东帝汶。葡萄牙前脚才说允许东帝汶民族自决，印尼后脚就吞并了东帝汶，怎么看怎么都是在打脸葡萄牙。在印尼吞并东帝汶的数十年时间中，葡萄牙一直都是最活跃的反对者。但是由于美澳2国出于冷战意识形态问题的默许，葡萄牙的诉求长期被西方社会所无视。而在这一次的问题之中，美国同样选择牺牲了葡萄牙，从而讨好印尼。可见在美国的眼中，葡萄牙真的不算是什么重要的角色。而这2次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得葡萄牙认清了现实，在不久之后的另一次事件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1974年的康乃馨革命爆发之后，葡萄牙新政府就已经不再坚持旧的殖民政策。但是澳门对于葡萄牙而言却有着特殊的意义。澳门并非葡萄牙的殖民地，因为早在1972年，联合国就在新中国的要求下将澳门从殖民地名录中删除。而且澳门是冷战时期少数能够为葡萄牙带来收益的海外领土，因此葡萄牙新政府也并不愿意就这么轻易的放弃澳门。但是有感于中国的强大以及中国政府的巨大压力，葡萄牙不得不在1975年撤走了所有驻澳军队，解散了陆军司令部和海防司令部。葡澳政府的武装力量也从军队被转变为了更容易被中国政府所接受的水警部队以及海关稽查队。毫无疑问，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新葡萄牙政府是表明了一个正确的态度。不仅如此，新葡萄牙政府一改萨拉查政府的中国政策，公开承认一个中国政策，并且与台湾断交。1979年，在法国政府的协调下，中葡2国在巴黎正式建交，并且就2国之间最大的澳门问题达成了谅解。2国也就澳门达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
葡萄牙政府首次明确澳门属于中国的领土，澳门的现状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澳门回归中国也只是时间问题，两国将会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葡萄牙也会在合适的时间正式将澳门交还中国。直到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但回归前的谈判依旧充满着博弈。原本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可就在谈判即将收尾的关键时刻，葡萄牙方面突然反悔，想把回归日期推迟到21世纪，试图给这场民族团圆添堵。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香港回归谈判的推进，澳门回归的问题就被提上日程。1986年6月，中葡两国正式启动澳门回归谈判。一开始氛围还算融洽，双方就澳门回归的基本原则、主权移交的核心问题初步达成不少共识。当时全国人民都盼着澳门能早日回到祖国怀抱，而中方的核心立场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澳门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在本世纪内完成回归，这是底线中的底线，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可谁也没想到，当谈判进行到第3轮，也就是1986年11月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当时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公开对外表态，说澳门回归中国的日期应该推迟到21世纪初。消息一出，瞬间引发轩然大波。葡方突然变卦，明显是想在谈判中加码，甚至想通过拖延时间为自己争取更多不当利益。更让人意外的是，葡方谈判代表还在后续的正式谈判中，把总统的表态当成谈判筹码，声称必须尊重国家元首的意见，试图逼迫中方让步。面对葡方的突然反悔，中方谈判团队瞬间进入高度警惕的状态。当时担任中方首席谈判代表的是周南，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一眼就看穿了葡方的企图。葡方之所以想推迟回归，一方面是想延续对澳门的殖民统治，多捞取一些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心存侥幸，觉得中方可能会为了谈判顺利而妥协。可他们万万没想到，中国对于领土主权的问题从来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周南在谈判桌上直接亮明中方立场，澳门回归中国是不容置疑的主权问题，本世纪内必须收回，这是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决心，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当时中方为什么如此坚定地要本世纪内收回？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民族情感。从1557年葡萄牙人开始在澳门定居，到1986年，澳门已经被殖民统治了400多年。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收回澳门，完成领土完整，是跨越世纪的期盼。而且当时香港已经确定在1997年回归，澳门如果推迟到21世纪，不仅会让民族团圆的进程滞后，还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国家的主权尊严。所以中方的态度非常明确，底线不能破，原则不能让。葡方见中方态度坚决，并没有立刻松口，反而试图用各种理由搪塞。他们一会儿说澳门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一会儿又说社会稳定需要过渡期，甚至还暗示如果中方不接受延期，可能会影响双方的合作关系。面对葡方的软磨硬泡，中方没有被牵着鼻子走，反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外交手段。当时中方原本安排了葡方谈判代表参观北京的一些重要项目，以此增进双方的互信。但在葡方提出延期要求后，中方直接取消了这次参观行程，用实际行动表明了立场。在主权问题上，中国不会做任何无原则的妥协。在2次碰壁之后，葡萄牙政府非常明智的没有尝试触碰中国的逆鳞，也没有再指望获得美国的保护。最终两国将澳门的回归时间定在了1999年。回望澳门，这座城市承载了太多的故事。它由珠江三角洲尖端半岛和2个浮在珠江海面上的岛屿组成，总面积不足30平方千米。而就在这一方玲珑之地，多达30处的世界遗产，是中国范围内最为丰富的地区。澳门的先民们以海为生，以船为家。澳门人信奉的海神就是被供奉在庙宇中的妈祖，这也是中国最富代表性的海神信仰。在中国沿海地区一直流传着妈祖化身少女平息风暴、庇护渔民的传说。这座妈阁庙从明朝起，每逢农历3月23日妈祖生日这天，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妈祖这个地地道道的东方海神，对远道而来的葡萄牙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从事海上贸易的葡萄牙商人来说，一定也会到妈阁庙来祭拜妈祖，他们便把妈阁当作对这片土地的称呼，这就是如今 Macau 这个名字的由来。
澳门记录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也记录了保家卫国的时刻。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只有在澳门才能看到的醉龙节。人们依旧可以从这铿锵有力的节奏中，感受到澳门人民血液中那种不畏惊涛骇浪、勇于搏击的龙的精神。这座美丽的城市犹如华夏版图上的一颗珍珠，在东西方文明的交辉中熠熠生辉。从曾经的殖民之地到如今的盛世莲花，正是因为我们守住了原则，才为澳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当年的谈判，还是如今的发生，都印证了弱国无外交，强国才有尊严的真理。好啦，关于澳门的前世今生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